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每天早上吃个水煮蛋，是营养珍品还是血管祸根？切记吃鸡蛋别犯5个错。鸡蛋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获得、最便宜、营养最丰富的补品之一。在以前物质还不丰富的时候，鸡蛋是为数不多的身体补品，而随着现代物质世界的丰富，鸡蛋走入了千家万户，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。很多人就把早上吃2个鸡蛋当作延寿、保养身体的好办法。不过事实上真的如此吗？这样做是营养佳品，还是心血管的祸根呢？鸡蛋会导致高胆固醇吗？胆固醇身体必需的脂类化合物，主要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2种。内源性胆固醇是由肝脏合成，而外源性胆固醇则来自于饮食中的动物性食品，如肉类、奶制品和蛋黄等。鸡蛋中的胆固醇含量较高，人们往往认为鸡蛋是高胆固醇的罪犯，会导致高胆固醇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。然而研究表明，鸡蛋中的胆固醇并不会导致高胆固醇和心血管疾病。一个鸡蛋中含有大约185毫克的胆固醇，而美国心脏学会建议每天的胆固醇摄入量不超过300毫克。此外，人体的胆固醇水平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，如饮食、运动、体重等，而不仅仅是单一的食物因素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对于个别人群，如患有高胆固醇症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，建议限制饮食鸡蛋。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也会影响胆固醇水平，应当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适量，不要过量摄入高胆固醇的食物。每天1个水煮蛋是营养佳品，还是心血管疾病杀手呢？蛋黄中的胆固醇含量高不假，但是这也并不是说高脂血症不能吃蛋黄。客观来说，人体胆固醇的主要来源有2大类，即人体自身合成和食物中摄取。其实人体自身合成的胆固醇大约在 70%， 主要是肝脏合成。从食物中摄取的胆固醇大约在 30% 左右。即便我们一次性吃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，那真正被人体吸收的量也并不多。这里需要注意，人体合成胆固醇的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如果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胆固醇含量减少，那人体合成的胆固醇含量就会相应的增加。然而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，调节胆固醇代谢的能力就会下降。这个时候如果不控制胆固醇的摄入量，那就容易导致高血脂症。对于患有高血脂症的人来说，他们每天吃1个水煮鸡蛋还是可以的。每天1个水煮鸡蛋不但不会引起血脂进一步升高，而且还能为人体补充每天所需的营养元素。很多的研究也证实，每天1个鸡蛋并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与此同时，还有的研究发现，每天1个鸡蛋还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的风险。对于高脂血症的患者来说，他们还需要注意控制别的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，否则真的有可能会使血脂进一步升高。综合以上，每天1个水煮蛋对于我们来说，更多的还是营养佳品。当然，这个营养佳品也是建立在控制别的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基础上。如何吃鸡蛋？吃鸡蛋前要注意别犯这几个错。第一，胃肠功能差的人要少吃。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，这些东西是比较难消化吸收的物质，所以如果胃肠道的功能本来就差，那么摄入鸡蛋就会造成消化不良，可能会表现为腹泻、腹胀、恶心。如果你已经有胃肠道疾病，那么吃鸡蛋后说不定会增加病情。
因此如果你的胃肠功能一般，还是要考虑清楚吃不吃鸡蛋。第二，想清楚吃不吃鸡蛋黄。鸡蛋分为蛋白和蛋黄，一般情况下蛋白都是可以吃的，但是蛋黄不一样，因为蛋黄会增加病情。比如高血脂的人不能吃蛋黄，因为蛋黄含有丰富的胆固醇。如果你是高血脂患者，还是要摄入蛋黄，就有可能造成血液粘稠度增加的情况，这可能是导致血栓形成的重要原因。还有些人对鸡蛋黄过敏，因为蛋黄中有一些致敏物质，吃了以后可能会出现皮肤发红、起红疹，出现红肿、发炎等症状，严重者甚至会出现呼吸困难的问题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第三，吃水煮蛋还是煎蛋？二者相比较而言，水煮蛋比煎蛋更健康，但是煎蛋会香一些。煎蛋经过油炸后热量升高，蛋白质可能会被破坏，营养物质流失。如果长期吃煎蛋，有可能更容易升高血脂，导致心脑血管疾病。相反，水煮蛋更好地保存了鸡蛋的蛋白质、营养物质，而且没什么有害物质产生，对身体有好处。第四，吃鸡蛋的量。有人很喜欢吃鸡蛋，医生以前就碰到过一天吃4个鸡蛋的人，完全将鸡蛋当饭吃，这也是很不合理的。事实上，正常人一天摄入1到2个就可以。如果是某些心血管方面的患者，更要考虑每天吃半个鸡蛋，还是1/4个鸡蛋。第五，吃鸡蛋一定要加热彻底。一些朋友都有一些迷信，吃鸡蛋越生越好，甚至有的人采用开水冲鸡蛋的方式食用鸡蛋。这些行为也可能会导致食用者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。鸡蛋在加热的过程中，蛋白质会因为高温而变性，为了保持原汁原味，很多人喜欢吃溏心鸡蛋，但是没有充分加热的鸡蛋中，可能仍然含有很多细菌。这些细菌一旦感染食用者，会对食用者的消化系统产生一定的伤害。总的来说，在选择和食用鸡蛋时，我们需要认真检查鸡蛋的品质，并确保鸡蛋确实新鲜熟透，没有破损和过期。因此在购买和品尝鸡蛋的同时，一定要注意食品安全问题，尤其要谨慎对待上述不能食用的几种鸡蛋，才能真正保障人们的健康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